1999年8月25日，子建国重生在出租屋内。1999年，哈哈，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次我一定不留遗憾。3万块钱，记起来了，这笔钱是爸妈舔着脸借了好多人才借到的，给我结婚用来买房的。1999年的平都市房价均价差不多也就是800块，不过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启动资金。建国，建国，出事了，快开门！他妈的，就是因为这张脸毁了老子一生。建国，不好了，我妈突发脑溢血，正在医院抢救，医院让先交3万块钱押金，可是我家刚给我弟买了房子，你能不能将买房子的3万块先借给我，等我弟卖了房子就还你。来人是他的女朋友张丽，2个人认识了差不多3个月，对方催着他买房子结婚，谁知在买房的前一刻找了个理由将3万块钱骗走了。此事后5年，他患上了抑郁症，跳楼身亡。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愧对着自己的父母。你妈要是真得了脑溢血该有多好，最好是经过一番抢救变成植物人，还可以天天陪着你们。子建国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妈正在医院抢救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可笑，你自己都是个畜生，哪来的脸要求我？赶紧给老子滚！这小子吃错药了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，让我滚也行。3万块分手费，少1分都不行。特么的，1毛都没有！你再不滚，老子马上弄死你！相处3个月，断定能要到钱的，这小子吃错药了吧？你等着，子建国，我和你没完。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搞钱。重生前依稀记得新闻报道，古玩街一老头捡漏唐老虎真迹，12年转手拍卖4000万。就从这开始。老板，这幅画怎么卖？来个冤大头，小伙你眼光不错，这幅画虽然是临摹的，但是临摹者的水平也很高，你如果诚心想买，一口价5万。老板，既然你都说这幅画是临摹的，5万块是不是贵了点？如果你真的诚心想要，我也是个爽快人，不叨叨，4万5拿走。老板，我都开了口，你才给降5000块。哎呦我，这样吧，你开价50，卖，掏钱。擦，给高了。潘教授，你来了，看看有啥需要的。好险，当年新闻报道就是被这位老人捡了漏。小兄弟等等，这幅画我出50万，只要你答应，我马上去银行取钱。老人家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幅唐老虎的巴哈图可是真品，不说50万，就是500万，我都不卖。眼前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年轻人，竟然还是字画鉴定的高手。老人家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走一步。我有个企业家朋友，他也非常喜欢唐老虎的画，如果你愿意割爱，我可以帮忙联系一下的。现在确实需要钱，而且是一大笔钱。行。这位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海尔多兄弟公司董事长张天敏。海尔多兄弟这部动画片自从1995年上映，也是好评如潮。张董，这幅画经过我的鉴定，确实是唐老虎的真迹。小伙子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价格合适，我就收了。张董，你要是识货之人，我也不多要，1200万，觉得合适的话，你就拿走。1200万，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高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那就算了。行，1200万，我要了。你是现金还是转账？这么多的现金，就算是岛城支行那边也是没有的。这样吧，我打电话派人给你转账，你将银行卡号告诉我。行的，这么大的资金，我想请张董帮忙介绍一名律师。行，小问题。子建国，怎么是你？我也没想到张总帮忙找的人是你，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。1999年8月25日，子建国重生在出租屋内。个10、100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，擦，1200万，哈，这可是90年代，换做前世得多少钱啊？子建国，你怎么会来我们公司？秦雪，1995年高考的时候，
秦雪以全校第2名的成绩考上了华夏政法大学，成为一名天之骄子，而他成了落榜生，只能去一家粮油公司当仓库保管。4年时间再无联系。没想到呀，秦雪，你在这上班，这可是知名大企业，混得不错嘛。还好还好。对了，你是怎么认识张总的？这可是海尔多集团董事长啊，普通人怎么可能接触到？这个等后面再说。我这次请你来，主要是帮忙拟定一些合同。接下来我们要去2个地方，一个是彭城，一个是杭市，差不多需要1个周的时间。你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我们去做什么？去投资2家公司，你主要负责帮我审核合同。哦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的是投资？没错，就是投资。子建国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高中毕业的这几年，你都经历了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投资人？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吗？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，免得夜长梦多。1999年，福利分房刚取消没多久，房地产行业也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好日子。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别的行业，都意味着机会，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。作为经济特区，彭城发展的明显比岛城要好得多，高楼大厦已经是到处可见。师傅，去赛格工业园。很快就要见到企鹅公司的董事长马腾和其他的创始人，好激动。嘿，马总，你是？我叫子建国，这位是秦雪，我们是特意从平都市赶过来的。你们是来应聘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投资的。这段时间，他们一直都在想办法融资，可惜没有投资人看好他们。前段时间，有2个朋友分别借给他们20万和50万，本想让对方用这笔钱入股，可对方说宁愿他们不还钱，也不要他们的股份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子先生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，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略有所知。马总，我们能不能去你们的办公室坐下来慢慢谈？不好意思，这边请。马总，李总，我知道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，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我准备投资企鹅公司，你们开个价。子先生，可能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企鹅公司现在并不缺钱。啊，对，不缺钱，我们5个创始人刚刚追加了一笔投资。哈哈，明明已经5米下锅，还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，想用最少的股份换最多的钱。可惜我是过来人，500万占股40%，如果你们觉得合适，可以来对面的酒店找我。500万对于公司来说是一笔救命钱，如果没有这笔钱，公司随时都有可能倒闭。40%的股份也不是不可以。40%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子建国占股40%，我们手里的股份只有60%，而且后面公司为了发展，肯定还要融资，到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。40%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子建国占股40%，我们手里的股份只有60%，而且后面公司为了发展，肯定还要融资，到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。我们可以只要400万投资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出让的股份也可以少一点。不行，按照我们的预算，500万都不够。对于公司来说，多1分钱就是多1分希望。大家争论的不可开交，毕竟这笔投资牵扯到公司的方方面面，包括未来。马腾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不过其他的创始人还是坚持己见，一时之间气氛相当的僵硬。你真的打算投资企鹅公司？当然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千里迢迢的赶过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投资这家小公司。新天狼、搜老虎、网才艺，这些才是互联网行业的巨头，你为什么不投资他们？你说的这些门户网站已经经过了好几轮的融资，我就是想投资，人家也未必看得上。不要慌，我之所以投资鹅讯公司，也不是头脑发热，而是做过详细的调研。是吗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都觉得企鹅公司的前景并不明朗。如果你真的想投资，不如买我们海尔多公司的股票，毕竟海尔多公司的效益还是很不错的。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对于家电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因为重生，我也不会投资企鹅公司吧。还有，现在的企鹅公司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另外，企鹅公司的所有家当加起来也不过只有几十万，你提出投资500万，占股40%，又是什么逻辑？企鹅公司开发的聊天软件目前已经拥有100万用户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用户数就会突破1000万。
对于企鹅公司来说，这是一个宝藏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新天狼这些互联网公司也介入聊天软件的开发，你觉得企鹅公司会是他们的对手吗？不愧是在华夏政法大学4年的熏陶，真是极为优秀，超出我的想象。行了，奔波这么久，不聊这些，在对面酒店吃点东西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1999年8月25日，子建国重生在出租屋内。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，太刺激了！企鹅公司这样的超级潜力股，未来可是龙头老大。重生前，单一款强者毒药手游，1年的利润超过400亿，简直就是吸金利器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投资企鹅公司，哪怕资金不多，但是最起码可以先占个位子。要不然，等到 IDG 这些 M 国的投资公司参与进来，恐怕就没我什么事了。子先生，是我。怎么只有你自己？秦小姐呢？她在隔壁房间呢。没想到这个年代带秘书出差居然没有。昨天你们走了以后，我们几个创始人整整开了6个小时的会议，才最终达成一致。500万，40%吗？500万20%。500万才20%，太少了。既然你们没有诚意，那就算了。等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合作。这段时间，为了让企鹅公司活下来，他和公司的其他创始人到处求爷爷告奶奶，可是没人愿意投钱。如果再拿不到钱，那么企鹅公司随时都有可能倒闭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拿到唐风的这笔投资款。子先生，如果你觉得20%太少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25%，你觉得怎么样？30%真的不能再多了。35%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们也只能到此为止。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果真如此。500万买到企鹅公司35%的股份，这笔生意赚大了。也就是说，若干年后500万的投资，差不多可以换来4500亿的回报，足足9万倍。马总，这就对了吗？你们提出的这个条件，我同意了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随时都可以。我去准备合同，一会儿公司见。刚才那个是马腾吗？我看他好像很兴奋的样子。是的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去公司签合同。这么说，他答应了你提出的条件？没有，我之所以开出那么高的条件，就是给他们还价的余地。500万换来35%的股份，我已经很满意。哎，看来昨天对建国的提醒，他是丝毫都没有听进去。子先生，中午我请客，请你赏脸一起吃顿饭，算是庆祝一下。下次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等过段时间我肯定还会来彭城的，到时候我们来个一醉方休。虽然已经拿下了企鹅公司35%的股份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家公司等我，再晚一步可能就会被 M 国抢占先机。对了，马总，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未来的3个月争取花完这笔500万的投资。子先生，你的这个建议是不是有些太激进？3个月以后，万一得不到新的融资，公司就得倒闭，到时候你的500万可就打了水漂。不要紧，如果没有新的投资，我肯定会追加。我的想法是尽快的获取更多的用户，这样才能让企鹅公司立于不败之地。当然，这个只是我的建议，至于采不采纳，取决于你。这个年轻人实在是有些看不透。1999年，马宇已经带着18罗汉回到杭市，创立了888公司，办公地点就在马宇的家里。马宇在杭市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曾经当选过学院的优秀教师，在学院里有一定知名度，想找到他家应该很容易。你找谁？你就是888公司的总经理马宇。对，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记者吗？不是，我想投资888公司。Joe，你赶紧过来。Jack， 什么事这么着急？他们是来投资的。你们是哪家投资公司的？我是天使投资人。你们先进来，我们慢慢聊。子先生，你准备投资多少钱？马总、蔡总，我这人不喜欢兜圈子，我想出资500万，占股30%。30%，这个是不是股份有点多？子先生，你也应该知道，目前我们正在跟很多投资公司接触，他们非常看好888公司，只是大家在股份上没有达成一致。我也正是看好888的未来，才不远千里的过来投资。马总、蔡总，我的这份诚意，相信你们是可以看到的。
之前都是我们去见投资人，你确实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这么远跑过来，我们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。500万占股20%。本来马宇并不打算接受子东来的投资，因为他对钱不感兴趣，毕竟除了金钱以外，他更看重的是投资者能够给公司带来多少人脉关系。但是子东来自己找上门来投资，这是对他们的尊重，所以他打算出让一小部分股份。创业初期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入，大家的压力也都很大，也给大家带来一点希望。行，没问题。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哪怕就是后面阿巴阿巴公司引入高明公司，我的这笔投资也会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是同学，用不着这样吧？就算是同学，我也不能让你白跑腿。随后二人分开，子建国没有直接回平都，而是直接去了奥迪的 4S 店。他看中了刚出的新款奥迪 A6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他花了37万买下了这台车。等到上完牌，直接开车回了平都市。到了家门口，他看到围着不少人。子建国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你交往的那个女朋友跟他的一大家子正在里面闹呢。建国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这个女朋友找我们要3万块的青春损失费。张烈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为什么跟你分手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小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对我姐说话客气点。我女儿跟你在一起3个月，你说拉倒就拉倒，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赶紧赔钱。哟呵，你不是突然脑溢血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吗？这么快就出院了呀？小子，你是不是欠揍啊？我妈好好的，你竟然咒她？这是你姐说的。你姐前几天来找我借钱，说你妈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，我不借，她就喊上你们来我家闹。你凭啥不借？我妈出了事找你借钱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你不借钱就是白眼狼。没错，我就是白眼狼。我不但是白眼狼，而且还是一头恶狼。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让我们滚也不是不可以，3万块钱一到手，我们马上滚。不走是吧？很好，等着哈。儿子，我们还是报警吧。不用，我有办法收拾他们。大柱、刚子，哥几个给我帮个忙，这是报酬。建国，你这是发财了。运气比较好，去古玩市场的时候捡漏买了一张画，卖了个好价钱。多少钱？没多少，100万。100万3个字宛如一道惊雷，直接炸开。哪怕就是在2023年，100万都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更何况现在是1999年，很多人家里不用说100万，就是1万块都没有。100万足以在市里买很多套房子。建国，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他们在我家赖着不走，我想请哥几个帮忙，将他们弄出来。当然，我不会让哥几个白忙活。事成以后，一人再加100辛苦费。子建国，你有种！我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行。谢谢哥几个。建国，这车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买的。爸妈，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，你们先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别高兴的晕过去。臭小子，快说，什么事？我去古玩市场捡漏买了一张画，卖了100万。100万，儿子，这是发财了。爸妈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跟着我吃香喝辣，我要让你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儿子，你就算是赚了100万，也不能敞开了花呀。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？37万。不是吧？这是什么车呀？怎么会这么贵？奥迪 A6 刚上市的。建国，按理说你自己赚的钱，想怎么花都是你的事。但是作为父母，我们还是想嘱咐你几句，有了钱也得省着点花，要不然100万很快就折腾没了。我知道，你们放心吧。爸，这是5万块钱，你们先拿着。行，我先替你收着，等你娶媳妇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对了，爸妈，明天我们就去市里买套别墅，免得有人惦记我兜里的这点钱。买套普通的楼房行不行？别墅实在是太贵了。不贵，别墅有院子，而且空间也大。既然已经打算买房，那就直接一步到位。行，你赚的钱你说的算。我们反正在家里种地也赚不到什么钱，我们可以去城里找家工厂上班。不用上班，你们如果觉得闲着无聊，我可以给你们开个商店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不但有个事做，而且多少也能有些收入。真是没想到，我第一次坐小轿车竟然是儿子自己买的。
这辈子值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小轿车坐起来就是舒服，以前我们去市里坐的公交车能颠死个人。先生您好，您是来买房子的吗？是的。你们想买套多大的？你们这里都有什么户型的？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？你们这有别墅吗？我要现房。什么？别墅？有的先生。走吧，带我们去看房。你好先生，这套别墅上下2层，一共是360平米，院子差不多200平米。爸妈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，跟我们老家住的房子比起来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问一下，如果我现在买的话，大约可以优惠多少？这套精装修的别墅总价是60万，如果你现在交钱的话，可以95折。行，这个价钱还算是合适，带我去交钱。你是全款还是分期？如果分期的话，我一会儿帮你算一下首付。分期太麻烦，直接全款就行。售楼小姐听到全款2个字，身体微微一颤，她看子建国的目光都变了。办完手续，售楼小姐的心情有些激动，她的那些同事们眼睛里也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。这一单的提成就有6000块，差不多相当于普通工人1年的工资。这位先生，你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请你吃饭。那个，日后再说。我今天还有别的事。好吧。建国，你看人家姑娘都开了口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我真的有事，我们走吧。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你老人家能不能别乱点鸳鸯谱？我现在不想谈恋爱。那可不行，你也已经老大不小，赶紧找个媳妇，生个孩子。我跟你爸也就没啥心事。妈，你想抱孙子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过男子汉大丈夫还是要以事业为重，只有事业有成，才有资格遇到那些让我心动的女孩。对于婚姻，我真的不想凑合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。如果我还是一个穷鬼，你觉得售楼小姐会搭理我吗？建国，老爸支持你。男人有了事业，才有资格挑选别人，要不然只有被别人挑选的份。你们说的倒是轻巧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建国，你现在有了车和房，还是得赶紧找个老婆才行。瑞雪粮油有限公司，这是一家生产花生油的公司。当年被张丽骗了没多久，这家公司就破产倒闭，老板也随后自杀。子建国在这座安保，这个老板为人很不错，员工家里有事都会帮忙。可惜运气实在太差，外地一个品牌生产的花生油，因为检查出黄曲霉素超标，最终连累了整个行业。林总，你在吗？东苑的小区，这个小区的位置很偏僻，远离市中心。但是据我印象中，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平都市的汽车站就会整体搬迁到这个小区的南边。到时候，这个小区的房价肯定也是水涨船高。给秦雪打个电话。他想给秦雪打电话，结果发现没有手机，没有办法，他赶紧去手机店，一口气买了4部诺基亚手机。现在的诺基亚手机尽管已经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，但是对于用惯了智能机的子建国来说，基本上就是老年机的水平。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秦雪。你稍等一下，秦雪，有人找。你好，我是秦雪，请问您是哪位？秦雪，我是建国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在上班呢，怎么了？等下了班，你打车来平都市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。等我下了班，赶到你那里，估计得晚上7点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去人事部那边请个假，我们2个小时以后见。好，我在翰林大酒店等你。建国，你找我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你千万别告诉我，你又捡漏了什么宝贝。我倒是想天天捡漏，但是我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我这次找你来，是想请你帮忙，注册一家投资公司。哦，然后呢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我过来帮你吧？这个还要看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愿意过来帮我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。秦雪没有说话，他现在是海尔多公司的法务部员工，薪水待遇都很好。海尔多公司也是上市公司，平台也足够大，让他放弃这样的一份工作，他还真是舍不得。毕竟一旦他决定离开，就意味着再也回不去。秦雪，你有什么顾虑可以说出来，只要我能解决的，绝对没有二话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的工作也不错，辞职的话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
我可以给你双倍的工资。主要我接下来要投资很多公司，身边确实需要一名可以帮忙审核合同的律师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这几天我留下来给你帮忙，海尔多公司那边我先请假，等帮你办完事，那时候我再决定是不是留下来。没问题。说吧，你这次又准备投资什么？我想投资房地产。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？不到100万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的是100万？对，按照现在的房价，100万差不多可以买10套房子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买地盖楼房呢。我打算买房子，然后过段时间等到房子涨价，我再卖出去，获取差价。如果仅仅只是买卖房子，我觉得你根本没必要成立一家投资公司。你说的对，我之所以成立投资公司，是为后面做准备。这几天就得多麻烦你了。在途中，他碰到了之前的老板，也就是瑞雪粮油公司的老总林平。林平的状态很不好，子建国上前打了声招呼。林平没想到会在翰林大酒店见到自己的员工，他感到十分尴尬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请朋友吃饭。看来你跟这位朋友的关系不一般呢，竟然舍得在这里请客。林总，今天我去公司，本来想找你聊聊，谁知道你不在。现在有时间吗？现在没空。公司的情况你们也知道，已经停工了好几天。我今天约了几个朋友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忙收购公司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给工人们发工资。毕竟大家出来打工都不容易，我不能亏了大家。公司已经濒临倒闭，林平还在想办法凑钱给员工们发工资，这样有情有义的老板实在是太少。林总，他们就算是收购公司，也会趁火打劫，在这个时候拼命压价。要不这样，我投一笔钱给你，我们一起将瑞雪粮油公司做大。你给我投钱？子建国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如果有钱的话，还会来我的公司打工吗？毕竟子建国在他的公司也当了挺长时间的仓库保管员，彼此之间也算得上是知根知底。林总，说实话，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确实没钱，不过我最近运气好，发了一笔小财。门口停着的那辆奥迪 A6 就是我的。你如果相信我，明天我去公司，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什么？门口的那辆奥迪 A6 是你的？是的，林总，明天我去公司找你。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公司的仓库保管员竟然变得比自己还有钱，接近40万的新款奥迪 A6， 差不多快赶上我整个公司的市值。可怕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这是你买的车？卖给张天敏的那幅字画，收入1200万，投资企鹅公司和阿巴阿巴公司，花掉1000万，也就是说，建国的手里还有200万左右，一下子花掉30-40万买台车，这也太奢侈了。晴雪，看到这个小区了没？我准备买这里的房子。建国，你没弄错吧？这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就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。既然你都知道这个地方不好，为什么房地产公司还在这里盖房子？也许这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脑子坏掉了。事出无常必有妖，等着瞧吧，这个小区的房价很快就会上涨。这是哪里？我家呀。不是吧，竟然住的是别墅，难道判断有误？他拥有的资产并不是只有卖字画的钱。老爸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个点才回来？出去吃了顿饭。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高中同学秦雪。不说看起来有些眼熟，快里面坐。大晚上的，建国，你带我回家做什么？这么晚，你一个人住在外面也不方便。我家这么多房间，空着也是浪费。你呀，省钱就是省钱，说的这么委婉。建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白天还信誓旦旦地说男人以事业为重，晚上就将高中女同学领回家。我警告你，你虽然有钱，但是也不能玩弄别人的感情。我没有。你儿子是这种人吗？我特意打电话给他，让他过来给我帮忙。帮忙？你又准备做什么？你别手里有了几个钱就瞎折腾。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，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瞎折腾。这么漂亮的女孩，而且还是华夏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配我的儿子绝对是绰绰有余，真是越看越喜欢。妈，秦雪是来给我帮忙的，未来几天她就住在我们家里。好，秦雪，你就在这里安心的住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就跟阿姨说，阿姨给你做。阿姨，您太客气了，您做什么我就吃什么。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
我去给你收拾一下房间。阿姨实在是太热情了，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妈就是这样，对谁都很热情。你一会儿去洗个澡，早点休息吧。爸妈，这个给你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最新款的诺基手机。你买这玩意干什么？我跟你妈天天待在家里，也用不上这个，赶紧去退了。拿着吧，你们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家里，出去遛弯逛街的时候可以带着，方便联系。子建国说到这里，拿出手机，耐心的教父母怎么使用。秦雪坐在一旁，看到这一幕，感觉很温馨，一股说不出来的温暖流于心中。对了，秦雪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要。女人不要就是要，要就是不要，你别想太多。你这次给我帮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部手机就当成奖励你的。秦雪，这是建国的心意，你就收着吧。这个孩子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嘴上说的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。不过这孩子就是一颗好心。时间不早，你快去休息吧。阿姨晚安。世界首富子，哈哈，这个子建国也太自大了。第二天，子建国开车载着秦雪去了瑞雪粮油公司，林平已经在门口等着。林总，我昨天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在办公室等着。你是我的贵人，我在这里等你也是应该的。这位是？介绍一下，秦雪，我的高中同学，华夏政法大学的高材生。欢迎欢迎，里面请。林总，我的时间很紧张，就不绕圈子了。我今天来就是想收购瑞雪粮油公司，你开个价。子先生，你在公司待了也差不多1年，对于公司的情况也多少有些了解。目前公司除了眼前的这些设备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你如果诚心想买的话，一口价50万。他在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，曾经信誓旦旦的要将公司做成世界500强，没想到短短3年时间，公司已经到了倒闭的地步，实在是让他有些感慨。这个价格也算是公道。不过，林总，在签订收购合同之前，我还有个条件。请讲。我收购公司以后，你要继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。当然，我会支付给你薪水，除了年薪，还有分红。子先生，公司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他的伤心地，他没有勇气在这里继续待下去。林总，我知道你是粮油方面的行家，公司经营不善跟你没关系，主要是外部环境出了问题。郑州那家粮油公司的产品检测出问题，对整个粮油行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现在我出钱，你出力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公司就会恢复正常的运营。谈何容易？除非黄曲霉素能够处理干净，要不然行业还会出问题的。那就攻克这个技术难题。子先生，这个技术难题很多公司都在想办法攻克，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，也没听说哪家公司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何况我们这么小的公司，根本承担不起那么高的研发费用。研发资金我会解决，还有按照合同7日之内，我会将50万汇到你提供的银行账户。不过林总，我想给你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拿到50万，除去拖欠的工人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，肯定还有结余。你愿不愿意将这笔钱拿出来，重新入股公司？粗略算了一下，自己差不多还能剩下20万，用20万赌一个机会，到底值不值得？林总，我看得出来你很纠结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你拿薪水也挺好。我入股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我相信粮油行业一定大有可为。很好，相信我，你不会后悔今天做出的这个决定。建国，刚才当着林总的面，我没好意思开口。你昨天还跟我说投资房地产，今天就变成了收购瑞雪粮油公司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本来的想法是先投资房地产，过段时间再收购瑞雪粮油公司。可是昨天晚上我在翰林大酒店遇见林总，看到他为了筹钱发愁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调整计划。瑞雪粮油公司的情况你也清楚，短时间内非但看不到盈利，而且还要持续投资。你手里的那点钱不过只是杯水车薪，撑不了多久的。钱的问题我来解决。这几天你先去注册投资公司，然后去东苑小区找房地产公司谈判，争取以最优惠的价格买100套房子。100套？你知道100套多少钱吗？现在东苑小区的房价很低，均价差不多400块，按照一套80平米计算，100套也就是320万。
是啊，320万，你有吗？现在没有，不过1个星期以后肯定有。秦雪相当无语。随后，子建国将他送回家，然后去了万信证券公司。对于大部分平斗人来说，证券公司是个很神秘的地方，哪怕就是1999年，开户的股民也不过只有2000多人。子建国直接找到证券公司的总经理陈斌。陈总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有2个目的。第一是开户，第二是融资。开户简单，只要你带齐资料，马上就可以办理。至于融资，要看你融多少。我现在手里有80万的现金，名下还有一栋别墅和一台奥迪 A6。别墅花了65万，车花了37万。认识的有钱人也不少，但是能一下子拿出80万现金的也没几个。我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些钱你准备都投入股市吗？对。我可以帮你融70万。太少了。你想要多少？600万。我操！子先生，你手里的现金加上车房也不到200万，600万是不可能的。陈总，等我说完，你再做决定，可以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手里的这些东西还不到200万。不过，如果你帮我融资600万的话，我就有680万。680万，我全部投入股市。到时候我买什么股票，可以告诉你。一旦跌幅超过20%，你就让我平仓，如何？我可以帮你融这笔钱，不过利息很高。你准备用多久？5天。1/5的利息，600万，1天的利息就是3万块，4天的话就是12万。可以。这笔钱什么时候到位？我现在就联系。你可以先办理开户，然后再办理抵押手续。子建国打开交易软件，开始挑选股票。根据记忆，为了稳妥，他选了2支票。在他重生前，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他看了太多的网络小说。在他的记忆里，1999年一共有6只妖股，其中这2只都是9月初开始暴涨，这2只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各买了300万。陈斌在旁边看得连连皱眉。这2票一直都是不温不火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无论如何都不会买这2只股票，何况今天已经跌了2个点。今天就到这，停市了，明天见。我顶你个肺！子先生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没有，怎么？你买的那2只公司新闻报道正是试水互联网行业。是吗？看来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，不知道能吃几个板。最少3个，运气好的话7个8个也是有可能的。那就好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先挂了。我顶你个肺呀！我顶你个肺呀！子先生，您真是神了！10分钟之前直接涨停。刚才我得到消息，他们准备跟搜老虎公司合作。看来我最近几天可以不用去你那边报道。不用，我在这边盯着呢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马上给你打电话。好，那我先挂了。4天以后，陈斌见到他，一脸的崇拜与惊讶。子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瞧你这话问的，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之前不是说最近几天不来这边了吗？今天我打算卖掉持有的股票。卖掉？子先生，我没听错吧？现在都没开板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多等几天。已经连续涨了4天，今天是第5天，也该差不多了。今天很大的概率会开板回调。陈斌没有说话。子建国对于他来说实在是过于神秘，刚开户就这么厉害，如果说这是运气，打死他都不会相信的。他推测子建国要么是个真正的高手，要么就是提前得到了内幕消息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，他都已经下决心要好好结交对方，哪怕对方只是偶尔带带他，那么他也会赚得盆满钵溢。很快，股票市场开始交易，又是涨停板，就是现在，清仓，牛逼！账户余额121500230，5天的时间，680万就变成了1215万，涨幅高达78%，只用了5天时间就赚了500多万。陈总，明天钱一到账，我就还钱。本来我打算只用4天，现在算起来我用了6天，也就是说我会支付18万的利息，到时候一并给你。子先生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玩股票的时间也不短，也见过几个高手，但是他们跟你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我很想知道你的技术是跟谁学的？自学的，当然我出手的次数并不多，估计1年也就那么几次。天赋，这个绝对是天赋。子先生，
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我觉得你可以成立一支私募基金，然后进军股市。我相信你肯定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基金经理。这个暂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陈总，我炒股赚钱的事，还请代为保密，不要过于声张。等下一次有机会，带你一起玩。明白，这个你放心。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在这里恭候你的大驾光临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心情简直激动的要命。不管真的是天赋也好，魅目也罢，只要肯带他玩，也就意味着他可以狠狠的赚上一笔。他无比迫切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陈斌一直送到门口，等到子建国的车子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才有些依依不舍的转身回去。我顶你个肺呀！喂，建国呀，那个张丽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们买了房子，又找上门来了。你先别回来。这个张丽还真是欠收拾。建国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事？刚才我妈打电话说张丽又来我家闹事，你跟我去一趟，狠狠的教训他弟弟一顿，要不然他不会消停。不对啊，建国，张丽闹事，打他弟弟干啥？张丽是个伏地魔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词应该还没出来。张丽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全家都当宝贝，就指望他延续香火。你把他收拾一顿，张丽自然也就不敢再来找我，明白不？明白了，现在就走吗？对，以后你也别在家种地了，去我的公司上班。建国，你小子行啊，连公司都开起来了，牛！我们赶紧出发，路上再聊。建国，不对，现在要叫子总。你的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？投资公司。投资公司是做啥的？是不是放高利贷的那种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干这种活，高利贷那玩意太害人了。想啥呢？我开的是正儿八经的投资公司，投资不是借钱，不涉及到贷款。算了，跟你说，你也未必明白。过段时间你耳濡目染，自然就懂了。好吧，那我去公司做什么？保安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工作，搞了半天就是保安了。保安怎么？我是公司保安，爱吃小熊饼干。我们公司的保安待遇可是相当高的。有多高？1个月1000，如果表现得好，年底还有奖金。1000块，这么多，在家里种地，累死累活也赚不到几个钱。1个月1000块，1年就是12000块，哪怕就是没有奖金，最多8年就可以在市区买一套房子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干，必须干。到了家后，大门紧闭，张丽正站在街上，一个劲的喊子建国的名字。看到子建国从车上下来，他赶紧冲上来。不过当他们看到赵大柱的时候，停了下来。上次他们已经领教过这个人的厉害。子建国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求求你原谅我之前的行为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你好好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真的吗？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真的。我让你赶紧滚，从我的面前消失，永远都不要出现。让我滚也行，给我20万，我保证不再出现。上次3万，这就20万了，你比放高利贷的还恶心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1毛钱我也不会给的。小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跟我姐出了3个月，3个月的青春损失费，20万也不多吧？你个毛都没长齐的东西，管谁叫小子呢？我跟你接触了3个月不假，可是3个月我们一共就见了没几次，每次见面吃完饭你姐就带我去逛街，让我付钱，这是拿我当自动提款机呢。我姐让你花钱，那是瞧得起你，别人想花钱还没这个机会呢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钱你是给还是不给？不给。不给是吧？行，老子弄死你！你妈妈了个！平安幸福。子建国，你给我等着。这件事没完。子建国，我和你拼了！结果正好秦雪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挡在了建国的身前。你是谁？我叫秦雪，是建国的同学。子建国，你挺厉害啊，怪不得你不跟我复合，原来是有了新欢。你说话注意点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少在我面前装清纯，你肯定也是看上了他的钱。我跟你说，他手里的那点钱已经变成了房子和车子，你捞不到什么好处的，还是赶紧换个人吧。你什么你？你就是个勾引男人的狐狸精。你，子建国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们3番2次找我的麻烦，
我给你一巴掌，已经算是轻的。给我滚！行，你给我等着，你打我的这一巴掌，我早晚会还回去。你跟着我们做什么？谁跟着你们了？我也往这边走，不行啊！大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我们以后再也不找他的麻烦，行不？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子总，搞定了，他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找你的麻烦。大柱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回去给爸妈买点好吃的。不用，你能让我到公司当保安，我已经很知足。一码归一码，今天我就不留你了，明天早上8点，你准时来我家。好吧，谢谢子总。林美华正在陪秦雪坐在沙发上说话。通过林美华，秦雪也已经知晓唐风和张丽之间发生的事。这个张丽也太不是个东西了，竟然编造出母亲脑溢血的故事，骗取建国3万块钱的买房款。幸亏建国没有上当受骗。秦雪，东苑小区那边谈的怎么样？对方似乎对这笔生意不是很感兴趣，优惠给的并不多，最多就是9、8折。很明显，对方这是捂盘待售。等到明天资金到位，我们一起过去。不管怎么样，明天必须要拿下这地房子。说实话，我很想知道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钱。明天你就知道了。现在你可以继续当一个好奇宝宝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没多久。你这是睡了个回笼觉？给你打完电话，眯了一会儿。张丽姐弟俩已经承诺再也不会来找我的麻烦。你是怎么搞定他们的？给了多少钱？没给钱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什么给他们？我找了大柱，让他出面处理的。儿子，你这件事办得漂亮。张丽姐弟俩不怕你，但是肯定怕大柱。不过大柱帮你办事，你也别亏待了他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的妥妥当当。爸，俗话说得好，恶人终须恶人磨。对付张丽这种人，就得用一些非常手段。儿子，你现在的表现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第二天早上，子建国让赵大柱开车载着他和秦雪去往万信证券公司。到了目的地，子建国让赵大柱在车里等着，他带着秦雪去了大户室。陈兵听说子建国来了，赶紧一溜小跑的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偿还了600万的本金，外加18万的利息。另外，这1万块是给你的辛苦费。子先生，这个我不能收，我帮你融资的费用已经在利息里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，往后的日子少不了还要麻烦你。有机会一起吃饭。在这个过程，秦雪也知道了这笔资金的来源，他的内心充满了震撼。他做梦也想不到子建国竟然会这么厉害，短短5天就赚了500多万，日进100万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相信的。子建国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宝藏男孩。怎么样，我没有食言吧？资金的问题解决了。哼，你这次是运气好，下一次就未必这么幸运了。运气好也是实力，当然等到这批房子出手，你就会明白我是很有眼光的。柴总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华兴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子建国。真是没想到子总如此年轻，来，我们坐下聊。柴总，之前秦总已经来过这里，跟你们的销售总监接洽过，想必这件事你也是知道的。是的，100套房子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笔大生意。柴总，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在价格方面再给一些优惠。子总，我很好奇，东苑小区跟其他小区比起来，地理位置明显处于劣势，你投资的理由是什么？地理位置是劣势，但是价格是优势啊！400块1平米，差不多只有市中心那些小区房价的一半。我相信，用不了几年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这里也会变得繁华起来。这么说，看来子总已经做好了长期持有的准备。目前是这样打算的，当然，凡事都有变数。如果这里的房价一直涨不上去，我也有可能会抛售。柴明没有说话，他一直盯着子建国，似乎想从对方的脸上看出点什么。可惜子建国一直都是面带微笑，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情绪变化。子总真是有魄力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卖给你100套，至于价格95折。成交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下午，他们去了福德街。福德街是一条商业街，
距离子建国住的小区很近。按照子建国的指示，秦雪已经在这里租下一家商铺，作为华兴投资公司的办公地点。商铺上下2层，加在一起差不多150平，每年的租金是5000块。大柱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华兴投资公司的员工。大柱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华兴投资公司的员工。我呢？你吗？对呀，经过慎重的考虑，我决定加入华兴投资公司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子总，冒昧的问一句，现在公司只有我们3个吗？对，公司刚成立，正在招募员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秦雪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拿出来一看，发现是林美华打来的。喂，阿姨，秦雪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准备去买衣服，想请你帮我参谋一下。有，您在哪儿呢？我在家。那您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过去。建国，阿姨准备去买衣服，喊我一起去。好，那个大柱，我们先走一步，你晚上自己买点吃的，没有什么特殊的事，尽量待在公司。秦雪打开车门，招呼他们上来。建国开车去了平都百货大楼。此时的平都市经济还不发达，连大型超市都没有，百货大楼已经是最高档的购物场所。在里面转悠了一圈，他老爸看中了一套西装，不过需要800块，他实在是有些舍不得。毕竟他常年在家务农，一年的收入也没有多少。想来想去，他最终决定还是买那套300块的。林美华的情况也差不多，子建国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那个爸妈，你们先看着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是这样的经理，我爸妈农村出来的，一向很节约，你给我出个点子，我不缺钱，你懂的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那个大哥大嫂，恭喜2位啊！你是？我是这的经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正好是我们百货大楼开业15周年的纪念日，我们搞活动，选取进店的第15对夫妻成为幸运顾客。你们很幸运，正好是第15对进店的夫妻，所以但凡你们看上的服饰，统统半价。真的吗？全部半价？对，不过总价不能超过1万元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要这件，还有这件。他老爸见状也不客气，直接选中那套800元的西装，接着又买了一条领带。很快，经过统计，原价是4300块，半价的话就是2150块。子建国让秦雪招呼父母上车，他去结账。经理表现真不错呀，非常感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两口子非常兴奋，毕竟他们平生还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衣服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怎么突然想起要买新衣服？明天是建国姥姥的生日，我们约好去饭店给她庆祝。什么？建国，你怎么了？子建国没有说话，在他的记忆里，姥姥已经在2005年去世，也就是说，在他重生之前，姥姥已经去世15年。他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到姥姥。建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爸妈，我没事。当年因为被张丽骗走3万块钱，一家的生活完全乱了套。给姥姥过生日的时候，宴席上大舅等人也是不停地指责他，姥姥都看在眼里，等到宴会结束，偷偷将他喊到一边，塞给他200块钱。农村的老人还没有养老金，这些钱都是姥姥从儿女们给的生活费里省出来的。那时候他还想着等以后有了钱好好孝敬姥姥，谁知道他钻进牛角尖走不出来，一直到姥姥去世，他都没能让姥姥过上好日子。现在他重活一次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弥补这个遗憾。刚才在百货大楼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啊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对于我爸妈来说，那些衣服确实很贵，哪怕就是手里有钱，他们也舍不得买。我爸妈也是这样，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给他们买东西，虽然他们嘴上嘟囔着浪费钱，但是实际上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那是肯定的，他们还会出去跟别人到处说，显得自己的儿女孝顺，这样他们的脸上也有光。这就是人性啊，谁都想让别人羡慕自己，敬重自己，哪怕就是我们也是如此。是啊，不过有时候也要低调一些，毕竟这个社会上并不都是好人，万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，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。我知道。既然你已经打算正式入职华兴投资公司，薪酬待遇什么的，我会找个机会跟你详谈。另外就是住宿问题，你是自己租房子还是公司帮你租？你放心，就算是你自己租房子，公司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。我自己租就行，
我尽量找一套离这公司近一点的，这样上班也比较方便。行，那就按照你的意思来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工作，我保证你赚的钱比在海尔多公司多得多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。